2022年2月25日，5名潜水员在水下工作的时候，不慎被海底输油管道吸入，最后只有一人勉强逃脱。然而，尽管这名幸存者不停地重复着"快回去救他们"这句话，但岸上的人无意展开行动，并且没有人向他咨询其余遇难者的线索。涉事公司更是阻止任何救援尝试，硬是拖到最后，直接去打捞尸体。而诡异的是，当面对遇难者家属的质疑，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克里斯托弗·布德拉姆就是那唯一的幸存者。他从20多岁开始就尝试深海潜水，拥有专业潜水教练的认证。后来他受雇于一家叫做 LMCS 的公司，该公司拥有大量的海洋和陆地设备，主要是为海上工程服务，其中还包括石油和相关资源泄露的控制与清理工作。而服务对象基本都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天然气等政府和私营部门，一直从事海洋领域的焊接、维修等工作。而这工作一做就是10多年。事发当天，也就是2022年2月25日凌晨4点，克里斯托弗已经起床，他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的吃早餐、做锻炼。大约在早上5点30分，他便出发前往工作地点帕里亚。这是一家燃料贸易公司，与 LMCS 签订了长期合同，主要负责日常维护他们家的输油管道。克里斯托弗和另外4名同事聚到一起之后，便开始更换潜水服，等待发放工作许可证。很快，帕里亚的工作人员出现了，对方简单概述了任务及其注意事项，然后把许可证交给了他们。今天，这5名潜水员的任务就是进入高压氧舱并进行维护工作。就这样，他们依次登上了驳船，前往6号泊位的36号海上立管。这是一个鱼形管道，深度约为16米，长度约为365米，两头都是对着海平面的。克里斯托弗和3名同事率先潜入水中，游到了高压氧舱。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高压舱是由一个类似于大的桶状覆盖物倒置在海平面上形成的。驳船上有一个空气软管穿过舱室的顶部进入，随着气体不断的加压，舱内的水平面逐渐下降，使得加压舱空间变大，这更利于他们作业。而今天的工作就是拔出塞子，更换管道。很快工作就开始了，克里斯托弗成功的拔出了塞子。然而接下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管道内的气压和高压舱严重不对等，形成了压力差，导致空气直接进入管子里面，而舱室里面的水位开始不断的上升，迅速的灌满了水。几名潜水员试着游出去，可舱室里面的水已经泛滥不止。此时的他们就像是处在风暴中心一样，不停的在里面打转。紧接着，克里斯托弗明显感到自己被吸进了管道，他下意识地阻止这一切，但水流的速度至少在每小时80英里，根本就无力招架。他只能屏住呼吸，死死地捂住脑袋。但很快他有些体力不支了，喘不上气。同行的5个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吸入了管道。据他回忆，由于屏住呼吸的时间太长，他的胸口开始收紧，心跳减慢。不仅如此，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迟缓。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这或许就是自己的结局了。过了一会儿，事情有了转机，克里斯托弗被水冲了出去，他非常的恐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而实际上，克里斯托弗掉进了管道里面的气血，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溶解在原油里面的部分空气。不管怎么样，人在里面至少是能够正常呼吸了。只可惜，这个时候的克里斯托弗全身已经受伤了，但他也不得不在直径70多厘米的管道中艰难前行，拖拉推拽，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在管道里面挣扎了大概10分钟后，克里斯托弗清楚地听到了同事的尖叫与呼喊声，他也赶紧出声回应。此时，同事卡奇姆大声喊着："我也在里面，我是卡奇姆，有人吗？"克里斯托弗很高兴，看来自己和同事离得并不远，于是设法爬到卡奇姆附近。可惜事与愿违，那里一片漆黑，他什么都看不见，甚至都无法推测出卡奇姆的大概位置，只能边爬边呼唤着对方。然而，卡奇姆的声音听上去不妙。他在哭，而且已经动弹不得了。随后5个人在碰到后，他们决定在管道里面形成人形链条。克里斯托弗的脚放在了卡奇姆的腋窝下面，他在最前面负责拉，而另外一个同事在卡奇姆的后面推着他，在中间的卡奇姆则需要尽力的保持手臂闭合，以此类推。这5个人慢慢的沿着管道移动，每隔5分钟就会休息一下。幸运的是，这一路他们互相搀扶，走对了方向。可是除了漆黑一片之外，他们浑身是油，每一次尝试睁眼，眼睛就像是被火灼烧着，火辣辣的疼。另外，喉咙、耳朵也像是在燃烧一样，每动一下，身体就会很痛。然而，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人形链条的移动速度实在是太过缓慢。在海里，求生时间本来就倍加珍贵，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的氧气也不够了。于是，处在队伍最前面的克里斯托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脱离队伍，
独自去前面侦查开路，因为再这么耗下去，毋庸置疑，他们所有人都会死在大海的管道里面。接下来，克里斯托弗移动了大概5米左右，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潜水气瓶。此时的他还信心满满，因为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到达水面，就能够为同事们寻求帮助。他想着，在发生意外的第一时间，水面上的工作人员肯定也已经发现，展开救援了。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想太多。在返回的路上，他压根就没有发现任何救援人员的迹象，不免开始担心起来。难道他们5个人就这么被抛弃了吗？克里斯托弗很失落，他可是带着所有人的希望来到这里的，却仍然没有人来接应他。没办法，现在的克里斯托弗面临的抉择就是回去和大家一起等死，还是继续前进。事后的他坦言，如果当时没有同事寄予厚望，他恐怕已经放弃了。但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坚持下去，他还是不敢停下。就这样，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设法漂浮到管道中，抓住了上面的一条铁链，一边用它敲打管道，一边大声嚎叫。突然之间，他听到了砰砰砰的回应声，伴随而来的是一点点光。果然，管道顶部出现了一名穿着全身装备的潜水员，他的名字叫做罗纳德。在发现克里斯托弗之后，罗纳德立刻尝试着拉他上来，但他浑身是油，根本就拉不起来。此时克里斯托弗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立即告诉罗纳德赶紧找人来，其余的同事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然而对方只是答应他后续会有人下去救援的，可把克里斯托弗拉上去后，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救援人员。此时的克里斯托弗非常的震惊，他拒绝上救护车，大喊着要去救人。好心的罗纳德告诉他，自己救他也已经是违抗了命令的。原来罗纳德只是在附近潜水，听到了他们一行人的求救信号，于是不顾规定，特地来一探究竟，否则克里斯托弗肯定也活不了的。而且帕里亚公司此时告诫海岸警卫队不要再让潜水员进入管道当中营救了。知道真相的克里斯托弗更加崩溃，他恳求现场所有装备齐全的潜水员下水救人。他知道他们在哪儿，不应该抛弃他们。然而现场只有一阵沉默。5天之后，4名遇难的潜水员终于被找到了，尸体的全身沾满了油污，脸部都已经毁容，根本就无法分辨。看到亲人的惨状，遇难者家属更是悲痛欲绝。由于相关部门迟迟没有就悲剧起因提供初步报告，所以公众们一直在猜测，到底是哪来这么大的吸力把人给吸进去的？真相似乎扑朔迷离。前能源部部长凯文声称，对于舱内压力差的原因，他也没有得到解释。而帕里亚公司坚决否认管道是活动的，因此不可能通过开关、阀门或者泵来产生这种致命的真空。后来有专家猜测，在第一个塞子下面可能还有一个充气塞，2个塞子中间形成了一个空间，导致内外压力不平等，产生了压强差。不过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在帕里亚悲剧发生时，有一艘大型船只经过了6号泊位，会不会由此产生了一股涌向高压氧层的浪花，淹死了那些潜水员呢？还真别说，这一理论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据了解，在2月25日下午2点15分左右，也就是事发的时间段，现场附近的所有船只当中，有一艘船比较特别，它是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装载石油产品的油轮，当时离6号泊位最近，而且还处于抛锚的状态。可根据这些船只的移动范围来看，并没有船只经过潜水员工作地点附近，因此这一理论还是有些牵强的。当然，许多人还是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插压，这是潜水当中最危险的状况之一，也是夺走许多专业潜水员性命的罪魁祸首。顾名思义，插压就是指压强差异，而位于深海当中的插压最为恐怖。当水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时，中间的连接处就有潜在的风险。曾经就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在海底放了1天压强调节装置，在调低压强后，等待海洋生物经过时，果然有一只螃蟹刚靠近通道附近，直接被吸了进去，而且这螃蟹被压成了一张硬纸板，所以当潜水员经过的话，也同样会有巨大的吸引力给吸进去。其实比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最惹争议的地方还是帕里亚公司的态度。尽管该公司声称在事发后立刻制定了紧急计划，但克里斯托弗坚称他们在无中生有。最关键的是，帕里亚公司和海岸警卫队没有尝试过任何救援。尽管克里斯托弗知道遇难者的大概位置，现场有装备齐全的潜水员，所有救援资源也都是可用的，而且有潜水员都已经听到了求救信号，但显然就连克里斯托弗能够上岸都已经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在事故发生后，克里斯托弗一直有很大的压力。回想起4名遇难者的样子，他总是睡不着。在采访当中，他多次说出了"我辜负了他们"这句话。他非常痛苦，只有自己才能拯救他们，而他却没有做到。虽然自己幸存了下来，但有的时候他甚至都觉得自己不该活着。
他想不通，明明其他人都听到了求救信号，为何还要熟视无睹，任由他们牺牲？在作证时，克里斯托弗多次哽咽，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真相，为遇难者的同事鸣不平。同时，他也指出，在事后抢救当中，帕里亚和 LMCS 公司竟然觉得他不可能会患上减压病，对他的治疗不闻不问。当时自己在病床上躺了3天，身上还都是油，根本就没有人来帮忙处理。对此，克里斯托弗表示非常无奈，自己虽然劫后余生，却连最常规的医治都没有得到。当然，帕里亚公司始终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发生意外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但公司严格遵守安全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更何况他们没有提前停止救援。所以当家属提出法律赔偿时，帕里亚公司置若罔闻。其实谁都知道，在海底发生意外事故几乎是必死无疑的，我相信家属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就公司而言，他们可能意识到此次事故的严重性，如果派人下去救援，也许还会搭上更多的性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如不救。所以在这两难的境地，公司还是选择了保守。唯一值得诟病的应该就是针对这类事故发生后的应急预案，可能他们自己也是第一次碰到，所以救援不力就变成了无可置辩的事实。另外，在这起事故当中，关键词就是同理心，这些所谓的公司领导严重缺乏同理心，不仅对幸存者零关心，就连对遇难者家属也没有一丝的同情与安慰，到最后连份事故调查报告都不愿意公开，总是让人觉得在掩盖些什么。这样的做法换作是谁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如果你连走路都没有学会，那要如何跑步？如果你连游泳都没有学会，那要怎么潜水？那如果你对潜水都还是一知半解的话，要如何进行洞穴潜水呢？虽说现如今有许多人都热爱冒险，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他们这种面对死亡也完全不惧的玩命精神。但要是真的出了点什么意外，恐怕受折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家人。13年前，美国就有一位富二代独自前往超高难度的洞穴潜水，此后便杳无音讯。俗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好几个专业的潜水员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到洞穴寻找他的尸体，却都空手而归了。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名富二代的失踪可能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漩涡泉位于佛罗里达州庞塞德莱昂附近，作为该州最大的潜水公园，漩涡泉开发的非常好，它同时结合了休闲、露营和潜水这3大活动。在岸上有住宿、潜水商店、淋浴室、更衣室等设施，而在水下，这个地方也能足够满足新手与老手的不同需求。据说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能够潜到水下35米，而在水下6米的地方又有2个训练初级潜水员的平台。难怪潜水爱好者们几乎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待上整整1天。不过，这个漩涡泉的水下洞穴一直是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据测量，整个洞穴的长度在500米左右，而潜水员可进入的极限范围在94米。最重要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有13名潜水员在探索此洞穴的过程当中丧生了。后来，洞穴门口就立了一块警告碑，标识着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你冒生命危险的东西，请勿超越，还画着骷髅头的图案，意思已经是足够明确了的。不仅如此，洞穴入口还被上了锁，潜水员必须获得有效的洞穴潜水证书才能借到钥匙，而整个潜水过程，工作人员都将全程陪同。2010年8月18日，30岁的本·麦克丹尼尔来到了他平时最爱的漩涡泉，他是那里的熟客，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他。当天中午，他和往常一样进行了潜水。据其他潜水员回忆，本一直在水下洞穴入口处转悠，像是在研究什么。回到岸上后，他一下午都没有再下水，反而在潜水商店里面加满了气瓶，紧接着又忙着测试设备，记录潜水日志。看来他今天晚上又要下潜一次。工作人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在他们眼中，本非常喜欢潜水，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当天傍晚，本穿好潜水服后，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于是就下了水。然而，在监禁洞穴的过程中，他发现入口处的铁门被锁了。当然，有锁这件事，他也是一早就知道了的。可今天他没有提前告知，就想趁有人进去的时候，自己顺便跟进去。此时的本遇到了2名潜水员的工作人员，他们正要准备回去。按照规定，本没有提前在潜水店登记，没有借到钥匙就没有办法进入其中。但他毕竟也是老熟客了，潜水技术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2名工作人员也没有多想，就替本打开了锁，目送他潜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可谁都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本最后一次露面。2天之后，潜水商店的工作人员留意到，本的皮卡好像一直停在停车场的同一位置，人却不见了踪影。问了一圈之后，果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就是说，在那晚过后，本就再也没有上过岸。工作人员细思极恐，立刻就报了警。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在岸上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本的钥匙、手机、驾照以及钱包里面的1100美元现金都还在车上，车内也没有留下过打斗的痕迹。根据潜水日志记载的内容，本之前就探索过此洞穴，还绘制了简易的地图。至于那2名最后看到本的工作人员，警察也对他们进行了测谎，证词一切都正常。另外，当晚还有2个潜得比较晚的顾客，他们在上岸之后看到水面上有气泡，认为本已经在开始减压，准备上来了，于是便安心离去。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交代，潜水公园差不多每天晚上5、6点钟就会结束营业。本是常客，他通常会在潜水公园待到很晚，也从来都不需要有人陪同。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单独潜水，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他偷偷溜进洞穴。那时正值夏天旺季，公园游客量大，停车场很早就会停满车，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本的车在停车场里停了整整1夜，都以为他是一大早就来了的。与此同时，下水搜救过程并不顺利。虽然许多潜水员都是自愿下水寻找本的，但由于很少有人具备洞穴潜水的能力，所以他们只在洞穴入口处找到了2个属于本的减压气罐。后来一位名叫艾德·索伦森的潜水员听说此事后，便来到了漩涡泉。艾德是一位专业的洞穴潜水员，他经验丰富，有过2500次潜水记录。业内人士都知道，艾德能够去到其他潜水员都到不了的地方。在他下潜后，艾德检查了洞穴里面的所有缝隙，他下潜的距离比本绘制的地图还要远出60米，可是艾德也没能发现本的踪迹。然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艾德的结论，经过几次下潜调查，他笃定本压根就不在洞穴里面。首先，艾德搜索过的地方都是在这之前没有潜水员来过的，其次，本的身形比艾德还要大一些，在调查途中，艾德自己都是勉强才钻过的缝隙，本是不可能过得去的。最后，艾德注意到石灰岩上并没有潜水员头盔或者气罐刮过的痕迹，附近也没有水生食腐动物活动的迹象，这意味着在艾德之前应该就没有潜水员到过这，附近也没有尸体，所以他坚信本压根就不在水下。这一消息不禁让所有人哗然，本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地方竟然没有他的痕迹，如果不在水下，那他又能去哪里呢？由于迟迟找不到尸体，关于本的失踪案出现了不少猜测。有一种推测是，本是这场事故的背后主使，他想通过此次失踪案摆脱现在的生活，或者干脆就是想自杀。当然，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因为每次去潜水，他都会带上自己家里的狗，唯独这次就没有带。再者，本还欠了一笔5万美元的税。在失踪前，他咨询了许多家潜水商店，但因为没有专业的证书，没能如愿找到一份与潜水相关的工作。另外，本从小就生活在富足家庭，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他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徒步、攀岩，是个热爱冒险的人。然而2000年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破裂，公司破产，亲弟弟意外离世，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后来由于父母心疼儿子，提议让他去海边的别墅住上一段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果然，换个环境生活确实对本有很大的帮助，他成功转移了注意力，潜水成为了他最大的快乐源泉。不仅如此，他在佛罗里达州重新交了一个女朋友，经常梦想着能成为一名潜水教练，生活似乎开始走上正轨。所以自杀或者主动失踪的理论让本的家人无法接受，因为本是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的。在他们眼里，他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只会越来越好，没有理由会放弃这一切。当然，父母更是无法接受儿子已经不在人世的推论，为此他们花重金聘请了私家侦探。不过还真别说，侦探确实调查出了一些东西。潜水公园的上一任老板洛威尔·凯利非常的可疑，他曾经把一名员工拖进树林，用棒球棒狠狠地殴打他，逼他还钱。后来这名员工想尽办法逃了出去，还指控他绑架和斗殴。而本失踪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醉酒的洛威尔出现在了潜水公园，他还问别人现在去潜水是否太晚了，但是光凭猜想，没有真凭实据，这一推测很快就被警方否认了。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还是更加相信本在洞穴潜水中发生了意外，最后溺水而亡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本是潜水公园的常客，经验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技术足够的高超。实际上有许多潜水员都承认本在吹嘘自己的实力，只能说他胆子比较大而已，而技术也就一般般。说到这一点，那就要追溯到他15岁的时候，本对潜水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但一直以来有关于潜水的课程价格并不友好，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自己研究看书的，没有和教练一起练习。照理来说他的家境还算不错，只要他想，父母也愿意资助他，他也能获得最专业的培训，这样离自己成为一个教练的梦想不就更加近了吗？可为什么就偏偏不接受专门的训练呢？对此我们来简单推测一下，由于之前在爱情事业上都不顺利，所以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学习。在2000年之后，本的父母想必已经为他偿还了债务，
他没有鼓励儿子休假，提供所有的经济支持，这些付出本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在休假结束后也曾向家人表示过感谢，承诺未来会照顾好父母。所以他急于寻找一份与潜水有关的工作，想早点养活自己，但同时他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又无法负担高昂的课程费用，也就作罢。因此本在潜水过程当中始终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动作，也没有教练教他如何摆脱紧急情况，提醒他万事保持冷静的状态，所以他最终只获得了水下30米的开放水域潜水认证，但并没有资格挑战洞穴潜水。有记录表明，在失踪之前，本一直在疯狂潜水，在4个月的休假期间，潜水次数已经超过了250次。一般的休闲潜水员想要完成这些数据，至少要好几年。另外，潜水日志的内容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只有最开始的几页字迹较为工整，越到后面越是潦草，让人很难看懂。至于潜水训练，那就更不用说了。一是上的少，二是不认真，每次都草草练完就急着学下一项，并没有反复练习，让自己的肌肉形成记忆。这样的态度对于这项危险的运动来说，无疑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了。技术不够的潜水员，不准确的地图，独自一人去挑战超高难度的洞穴潜水，这些前提条件放在一起，后果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所有问题又都回到了尸体上面，为何就是找不到呢？更关键的是，警方前后对水质进行了30多次检测，也没有发现任何来自腐烂人体的细菌，而且洞穴的隧道弯弯曲曲，缝隙狭窄，尸体也不太可能会飘得很远。正因有太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他的家人一直都不肯放弃，甚至开始发布悬赏，谁能找到本的尸体就能获得丰厚的酬劳。可是这样的悬赏简直就是在迫害许多经验不足的潜水员，如果真的有人愿意，那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具尸体去找另外一具尸体了。果然在2012年3月，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本的家人把悬赏提高到了3万美元。一位名叫拉里的潜水员决定挑战一下，果不其然，白白送了一个人头。拉里的遇难引起了社会各界巨大的讨论，本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很快，家人就撤销了悬赏。曾经有一位资深的潜水员讨论过本的失踪案例。对于一个缺乏专业训练的潜水员，进入洞穴深处后，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可怕场景？首先是氧气不足，能见度低，每移动一下就会搅动污泥，视野就会变得更加模糊。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如果遇到这些意外，他是肯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想必当时也会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情绪一乱，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但无论如何，只要没看到尸体，家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对本的寻找。他的母亲反复强调，他在失去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全家都痛苦万分，共同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所以本最清楚失子之痛对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一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那这么大一个活人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肯定是有猫腻的，但就是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于他的失踪，每一种猜测似乎都能成立，但又都能被轻易推翻。最后，这也成为了在目前为止最棘手的潜水谜团之一。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本的失踪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收藏、加关注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他快活不下去了，后面是苏联军队的穷追不舍，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雪地，而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饭睡觉了，体力严重透支。这个时候，他掏出口袋里面的药物，硬生生的吞下，随后一口气奔波了400公里，为期2周，回到了大本营，顽强的活了下来。而这种药物却是现在被全世界唾弃的最常见的毒品——冰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芬兰士兵的传奇故事。自从1939年以来，芬兰一直就与苏联交战。然而，面对拥有强大军事武器的敌国，第2年芬兰就被迫签署了不平等条约，还把10%的领土割了出去。1年之后，芬兰与德国结盟，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芬兰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复那些被苏联占领的土地。直到1944年，战争仍然断断续续，从未停止过。3月18日这一天，气温下降至-15度，芬兰士兵艾莫科瓦尼接到了任务，他要立刻带领滑雪队巡逻，前往芬兰边境，进行为期3天的巡逻工作。要想在寒冷的冬日穿过芬兰最北部的拉普兰地区，属实不易。厚厚的大雪早已没过膝盖，艾莫负责在前面带头，队友们则紧跟其后，沿着他开辟出来的雪道滑行。到了第2天，巡逻小队已经精疲力尽了，尤其是艾莫，冲在最前面的他更是需要休息。随后，巡逻小队决定在森林里面小憩一会儿。然而，枪声打破了寂静，没想到他们中了苏联士兵的埋伏。眼看就要被敌人包围了，艾莫指挥所有的人都带上滑雪装备，在森林里面寻找庇护之地。一场交火是在所难免的了。艾莫和队员一边逃跑一边射击，还不忘设置地雷。但是敌方士兵装备精良，精力充沛，这注定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较量。冲在前面的艾莫为了甩开敌人，试图在深雪里面开辟出一条新的雪道，但他已经几天没好好吃饭睡觉了，明显力不从心。队友们也感觉到了速度在变慢，大声喊着提醒他打起精神来。然而面对穷追不舍的敌军，显然在这场生存竞赛当中，艾莫还是率先败下阵来。此时他突然想起了口袋里面的法宝，或许能够扭转这一局面。其实这种法宝就是一种名为佩维汀的药片，主要成分为甲基苯丙胺。这一连串的名字可能各位都没有什么概念，但下面要提到的绝对会使你触目惊心。没错，这就是冰毒。这下你们懂了为何要寄希望于这种法宝了。在2战时期，各国都在绞尽脑汁提高每个士兵的作战能力，但人毕竟都是肉长的，不是钢筋铁骨，怎么样才能像丧尸一样的卖命呢？此时佩维汀这种药物就顺势而出，虽说是兴奋剂，但实际上这就是以一种白色药丸形式出现的毒品，只需要服下1颗，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之下，士兵们都能保持清醒和战斗力，他们就会像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大杀四方。而作为队长，艾莫出发前就收到了一瓶长官给的佩维汀，交代他在必要的时刻分发给队员服下。一直以来，艾莫都拒绝服用这种兴奋剂，但这次眼看队伍要全军覆没了，他决定试着吃1颗来恢复精力，带领队员逃离敌军的追击。但是因为戴着厚厚的手套，艾莫动作很笨拙，根本没有办法只挑出1颗，一不小心就把整瓶药丸都倒在了手心上面。不吃肯定会被俘虏，但剂量吃多了也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于是他没有犹豫，一口气吞下了所有的佩维汀，足足有30颗。要知道在当时，佩维汀的正确吃法是1天最多1颗。几分钟之后，佩维汀就起效了，艾莫迅速回血，精力充沛，30倍的剂量不是盖的。艾莫冲在前头打破积雪，队员们也重振士气，整个队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一口气把敌军甩了一大截。但是副作用也接踵而来，艾莫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颠三倒四。当队员们追上他后，才发现艾莫有点不对劲，他脸色惨白，已经没有了知觉。然而敌军依然咬紧不放，队员们不得不放弃他，继续逃亡。根据艾莫的回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昏迷了多久，反正醒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自己竟然孤身一人躺在冰天雪地里面，没有食物，没有弹药，也没有队友的踪迹，自己是生是死都已经没有意识了。艾莫试图回想起发生了什么，但发现自己就像是断片一样，根本就记不得。其实这个时候的艾莫已经恢复了意识，但他依然深受佩维汀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他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决定穿上仅剩的滑雪板寻找生路，因为体内还残留大剂量的佩维汀，艾莫滑行的速度依然很快。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他废寝忘食地穿过森林，没有丝毫的饥饿和困意，就像是一具没有意识的丧尸。有时艾莫还会和朋友交谈，或者和野狼战斗，
当然，这些都是他的幻觉。等真正醒过来的时候，艾默感到非常无助，就自己如此糟糕的状态，真的能在这雪地里面存活下去吗？麻烦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在漫长的跋涉当中，艾默好几次都差点被苏联军队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武器，要是现身就是死路一条。根据他的回忆，自己还遇到了不少怪事，比如他曾经来到了一座小山顶上，看到下面有一群人正在烤火。艾默断定那就是战友，想着自己终于要得救了，于是欣喜若狂，全速滑下山坡。不过离近了才发现，那不是自己人，而是苏联军队。苏联人也懵了，怎么突然冲下来一个芬兰士兵，还只有一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艾默就已经火速逃跑，谁也追不上。在确定已经甩开敌军之后，艾默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木屋落脚。他试图生火取暖，但因为整个人还有点迷糊，一不小心点燃了木板，很快木屋开始燃烧。艾默在一旁睡得昏昏沉沉，感觉靠近火焰了就翻一个身，反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惊醒的，在木屋坍塌之前顺利逃出了火海，再晚一步可能都要死了。这次的经历让艾默非常后怕，看似寂静的雪地危机四伏，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幻觉依然很严重，整个人也没有之前敏锐了。逃出木屋之后的他又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新的避难所，是一个废弃的纳粹营地。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纳粹在离开之前早已经布下了地雷，艾默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右脚受伤严重。当他试图走到小屋查看伤势，一打开门迎来了第二次爆炸，艾默直接被炸进了附近的沟里面，接二连三的打击把艾默伤得不轻，他意识飘忽不定，甚至不想从沟里面爬起来。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面，艾默在原地生火取暖，睡着了就好了，梦里什么都有。1个星期之后，艾默意识到自己再不走就真的要被冻死在这里了，于是他又重新捡起了滑雪板继续前进。一直以来，艾默都很少吃东西，因为在毒品的刺激之下他根本就不饿，但慢慢的他恢复了饥饿的感觉，开始啃树皮，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抓鸟吃。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群芬兰士兵终于发现了他，此时他已经失踪了2个礼拜，而且跨越了400公里。最终艾默被送往野战医院，医生非常惊讶，因为发现他的时候心率已经达到了每分钟200次，是正常人类的3倍，而体重只剩下了43公斤，能存活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不管怎么样，艾默都无法完整回忆起这14天的经历，可见毒品的危害有多大。他只记得一直有一束光在前方指引着，他误以为是有人居住的小屋，支撑着自己坚持下来。但是当他真的赶到之后，发现那只是一颗北极星，瞬间就泄了气。而在艾默离开的那2周时间里面，他只靠松树芽和一只他捕获并生吃的西伯利亚松树鸦为生，最终幸存了下来，并活到了71岁时平静的死去。没想到平日里艾默非常抗拒的佩维汀竟成为了他最后的救命药物。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除了体内大剂量的药物之外，还有他想活下去的强烈的求生欲。在这种共同作用之下，艾默成功度过了难熬的14天。我觉得他自己事后肯定也很后怕，一下子服用了30颗佩维汀，实在是太冒险了。可悲的是，佩维汀在2战时期竟然到了如此普遍的地步。根据资料显示，在当时佩维汀可以算得上是隐藏的军需用品，比如日军手里就有大量的囤货，他们用来消除士兵对于死亡的恐惧，打造出一个个战场魔鬼。然而日军战败之后，这些毒品何去何从了呢？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日本人都深陷在败国的耻辱当中，再加上社会压力的困扰，人们非常的低迷。为了缓解这种情况，类似佩维汀的这一系列兴奋剂改头换面，悄然出现在了货架上面。随着服用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还供不应求。人们只知道服用这种药物可以麻痹神经上的痛苦，并不知道副作用有多么的大。有的人甚至只是为了跟风，直到后来因毒瘾引发的社会案件数不胜数，人们这才意识到始作俑者是谁，立刻禁止生产推销这种药物。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在战争时期，毒品被合法用来当做士兵的兴奋剂，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策略了吧。在那个军火横飞的年代，人们眼里只有战争和和平，不说药物发展对于人们健康的影响，任何可以促进士兵作战的药物，哪个军队不想尝试呢？再者，如果不是一个时代对于新药品的不断尝试和优胜劣汰，下一代怎么会知道哪些是禁药，哪些是流芳百世的好药？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当时的艾默，你会怎么选？反正不管当时对于这种毒品有多么强大的包容，在现在的这个年代，咱们还是坚决不允许的。尽管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远离毒品，但总还有一些人挑战法律的底线，吸毒贩毒屡禁不止。所谓一人吸毒，全家遭殃。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了鬼，有太多的人因为毒品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为了打击这些犯罪行为，我们国家牺牲了多少缉毒警察，有些甚至为了任务还要陪着毒贩一起吸。有一部分殉职之后还不能立碑，无法获得公开的表彰。以前小时候不知道原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拜毒贩所赐，怕他们日后报复。
人生可以有无数种可能，也可以有无数种第一次，但绝对不要第一次吸毒。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知毒、识毒、必毒。总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管什么时候，这8个字都不会错的。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对于爱魔的传奇故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